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在去年初，Ace 为大家呈现的太空产业链这一期视频中，我为大家介绍了太空板块中卫星通讯领域的主要几家上市公司，包括图片上面的 AST Space Mobile、ASTS、Iridium、IRDM、Valsat、VSAT 以及 Globalstar、GSAT。那么这几家公司的股票从去年到现在整体上涨幅都非常的不错。你比如说 Valsat， 我在10块钱买入，虽然不到30就止盈了，不过它现在的股价已经来到了新高。本期视频 Ace 将对 Iridium 一星通讯上市代码 IRDM 这家公司进行详细的个股分析。那么视频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将对以上提到的4家公司 GSAT、VSAT、IRDM、ASTS 以及今年即将上市的 SpaceX 旗下的 Starlink 进行对比，看一下他们在营收、净利以及市值方面的差异，为大家的投资把握一个大的方向。那么视频第二部分，我将介绍 Iridium、IRDM 这家公司他们有趣的历史，以及详细的去剖析财报数据，让大家知道 Iridium 这家公司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和它的未来。那么视频第3部分，我将再次提到频谱这一个 Ace 在我的频道说过很多次的概念，因为频谱将决定这些公司未来的走向。通过进一步对比 GSAT、VSAT、IRDM 的频谱差异，让大家知道这3家公司未来的发展是不同的，有什么值得期待的。视频最后，按照惯例 Ace 的投资观点。进入视频第一部分 ，Ace 通过一张简单的表格，清晰地告诉大家这4家上市公司以及 Starlink 它们的营收规模、盈利能力以及我的评价有什么不同。那么这张表格展示的是最新的一个财务年度，或者是最新的过去的4个季度营收、净利、现金、现金等价物以及市值的数字。最上方的 Starlink 营收2025年是104亿美金，那么净利、现金等价物及市值我没有放，因为它还没有上市，只是作为后面公司的一个营收参考。很显然，它的营收遥遥领先于现在的上市公司，它即将上市，我也是准备接盘。而下方的 Valsat、VSAT 它的营收是在4家上市公司里面遥遥领先的，2025年全年达到了46亿美金。可是右边它的净利是负的3.39亿。虽然它现在有很多现金，它的市值也是这里面数一数二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它还在亏钱，所以未来不可知。这家公司营收很好，所以市销率很低。未来呢，我们不能看它现有的业务，要看一个新的业务，也就是 Equatis 这家合资公司，它的潜力可能很大。这个我在视频后面会简单再介绍。再下来第3行就是 Iridium 一星通讯，它是4家公司里面唯一赚钱的。它的营收8.7亿美金，远不及上方的 VSAT 46亿美金，但是它目前2025年全年实现了1.14亿美金的净利。目前它的市值36亿美金，也是4家上市公司里面最低的。再下来 Globalstar GSAT， 那么这家公司可以看到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上周也传出消息，它即将被亚马逊收购。那么我们知道 Globalstar 目前的大股东是苹果，到底是苹果要买，还是亚马逊作为新的买家要去收购 Globalstar， 我们拭目以待。而最后一行 ASTS，尽管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我还是把它列出来了。我们知道 ASTS 目前是一家 PPT 公司，它的营收尽管2025年达到了7000万，比2024年提高了不少，但是不管从净利还是市值来看，我觉得现在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投资，特别是现在我看好的 SpaceX 的星链即将上市，所以呢，暂时投资观点一样，我不会去投资 ASTS。以上表格展示的数字以及 Ace 对他们的观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妨碍这些公司他们都涨得很好，特别是 VSAT、ASTS 以及 GSAT 这3家公司，他们在过去1年分别涨了580%、310%和279%。而最下方的 Iridium 一星通讯在过去1年仅仅涨了41%。可能屏幕前的你们就要问了，
过去1年涨得最少的 Iridium 一星通讯有没有潜力呢？未来可不可能像上面的这几家公司一样爆发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且听我接下来的内容。进入视频第二部分 ，Ace 为大家讲解 Iridium 过去的历史以及最新财报告诉投资者什么样的信息。Iridium 一星通讯这家公司的历史其实源自于摩托罗拉，这家已经被很多投资者所遗忘的公司。很久以前，一位来自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和他妻子在巴哈马度假的时候，他们抱怨无法使用手机和外界联系。于是，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要修建一个覆盖全球的低轨卫星星座，让地球上任何角落都能够通讯。低轨卫星星座这个似乎近几年才热起来的词，其实早在那个年代就有人想尝试去做，很明显，后来失败了。接着说刚才的故事，摩托罗拉工程师想出这个点子之后，这个项目在摩托罗拉内部进行了孵化，那么自然的，摩托罗拉这家公司是创始投资者和最大的股东。1998年 Iridium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商用，猜猜他们用了多少钱才建好这个卫星星座？整整50亿美金。请注意，那是1998年，距离现在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但仅仅商用9个月之后，一星公司就申请了破产保护，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案之一。为什么想法这么好破产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地面的蜂窝网络发展迅速，昂贵的卫星通讯商业应用领域太窄了 ，Iridium 没有办法生存。后来，公司以几千万的白菜价被收购，直到2006年 ，Matt Dash 加入 Iridium 成为 CEO， 直到今天，他都是 Iridium 的灵魂人物。在接手公司后 ，Matt Dash 进行了重组，他成功在2009年带领公司通过反向收购，也就是 SPAC， 在纳斯达克上市，为公司后续的巨额融资打通了渠道。接下来 Matt Dash 带领 Iridium 进行了一场豪赌，他们开始了一项叫做 Iridium Next 星座计划。Matt Dash 加入公司时，一星的第一代卫星星座已经老化，于是他主导了高达30亿美金的第二代星座计划，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Iridium Next。更关键的是，当时他顶住了传统航天发射的压力，选择了还处于早期商业化阶段的 SpaceX 作为主力发射服务商。一星 Iridium 成为了猎鹰9号 Falcon 9早期最大的商业客户之一。这不仅拯救了 Iridium 的成本，也间接助力了 SpaceX。他将一星从一个纯粹的打卫星电话的公司，成功转型为专注 IoT 物联网数据和宽带服务的企业。在 Matt Dash 的带领下 ，Iridium 的活跃订阅用户从2006年的仅仅15万激增到如今的接近250万。了解了 Iridium 的历史，接下来我们透过数字了解它的现在。第一张财务报表就透露了非常多的信息。第一行 Total Revenue 从2021年的614稳步增长到2025年的871，虽然不是爆发式的，不过这也体现了公司在沉淀起起伏伏这么多年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正轨。营收稳步增长，那净利呢？我们来到第5行 Net Income Loss， 也就是净利润标蓝色的这部分。2021年可以看到公司还是亏本的，但是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2025年，公司的盈利规模持续的扩大。那么公司是靠什么来发展呢？他们的业务主要分为中间标为紫色的 Commercial 以及下方标为暗红色的 Government， 也就是公司收入分为2块，一块是商业，一块是政府。尽管来自政府的收入从2021年开始的21%逐步增加到了2025年的29%，但是显然 commercial 商业收入依然是 Iridium 的大头。目前占据公司营收29%的政府收入，其实主要来自于4个核心的合同。第一个是 EMSS 增强型移动卫星服务，为美国战争部或者叫国防部提供无限制的卫星通话数据传输服务。第二个是 SDA 太空发展局。那么 SDA 的这个合同，其实我们在之前提到多次了，就是 PWSA 激增型作战人员太空架构。
而第3个合同是 ECS3，也就是 EMSS 能力与安全维持服务。第4个合同是 SITH， 系统基础设施转型与混合。在之后的内容我会提到 Iridium 这家公司可能不像 Globalstar 这样容易被收购，为什么？其中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Iridium 现在为政府提供了安全通讯服务，如果被其他公司收购，可能受到的监管会严得多。简单了解完了来自政府的收入，我们再来看它的收入大头 Commercial。那么中间黑色方框内的部分就是 Commercial 的4个业务细分，分别是 Voice and Data、IoT Data、Broadband、Hosted Payload and Other Data Services。这4项细分业务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客户又是谁呢？接下来 Ace 将它们翻译为中文，做成表格，大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占商业收入里面最多的是语音与数据，就是刚刚的 Voice and Data。那么它提供全球无死角的卫星电话通话，客户就包括航海、民航、应急救援、采矿、林业、油气开采企业等等。而收入第2的物联网 IoT 占比 21%， 它是目前公司增速最快的细分业务之一。它主要是为偏远地区提供设备遥测、车队管理、数据传输以及个人卫星短信和求救服务。客户包括像 Caterpillar 这样的重型机械制造商，以及一些物流运输公司，还有农业、环保监管机构。有朋友就问了，这样的业务包括已经提到的语音、数据和物联网，他们不受到手机直连卫星通讯 D2C 的冲击吗？听起来好像有，其实并没有。首先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确实冲击了海上的宽带业务，但是相对于 Velsat、VSAT、Iridium 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因为之前它本来就是只作为船只的低成本的主连接，并不是起非常大的作用。随着星链进入，带来了加剧的竞争力和压力， Iridium 进行转型，从之前的备用主连接变为了备份安全连接，即作为星链等宽带的伴侣服务，所以有冲击，但是不大。而星链 Starlink 进军手机直连卫星通讯确实也有潜在的威胁。目前对 Iridium 传统语音和数据物联网的业务冲击实际上还是非常小，因为从频谱通讯质量上 Iridium 使用的 L 频谱频段可以抗恶劣天气，而且真正能够实现全球无死角。而从终端形态看，因为 Iridium 的用户群体主要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机构、非政府组织、急救人员以及安全机构等，这些用户他们确实需要专用的坚固设备，而非星链目标所瞄准的普通大众消费者。基于以上，我们得到结论，尽管受到了 SpaceX 旗下星链 Starlink 的冲击，但是 Iridium 的主要业务语音、数据以及物联网数据都在过去几年得到了不错的发展。那么这张图展示的就是公司商业营收的细分。最高的这条柱子黄色的就是 Voice and Data 语音和数据，第2高的蓝色柱子是 IoT Data 物联网数据。可以看到它们向上的斜率这条趋势线都是一致的，都是比较好的。而真正没有发展的是下方2条灰色的趋势线，它们分别是宽带服务以及有效载荷和其他服务。先来看什么是有效载荷及其他，说白了就是我自己的卫星载荷用不完，我租给第三方。而宽带服务就是高宽带高速的通讯。那么在这2项业务上 Iridium 就没有太多优势了，在过去几年只是保持了原有的营收，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增长了。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星链，它完完全全的冲击了宽带服务，因为星链提供的就是优质的宽带通讯服务。了解了公司的营收能力、盈利能力，哪些细分业务增长快，哪些细分业务增长停滞。第2部分的最后，我们再来详细阐述一下公司目前的新作 Iridium Next。目前公司在轨运营的第2代卫星新作被称为 Iridium Next。这个项目耗资30亿美元，那么它从2017年开始部署，2019年初完成了全面的部署。这张图展示2017年发射了40颗卫星，
后来几年逐步发射，直到2019年达到了总共80颗卫星，其中包括66颗主力卫星以及14颗备用卫星。那么其实 Iridium Next 卫星星座最初的预估使用寿命仅仅只有12.5年，但是卫星入轨以来，它的表现很好，远超预期，非常的健康。至今公司仍未动用以上提到的14颗备用卫星中的任何一颗。Iridium 在2023年完成全面评估后，将他们的卫星寿命直接延长了5年到17.5年。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 Iridium 现在的商业模式是以卫星的生命周期，也就是15年左右吧，为一个循环。它每一个周期一个循环，必须要进行一次集中的巨额资本支出。最新的支出就是前面几年的30亿美金，支出之后呢，就可以在2020年、2021年之后享受强劲的自由现金流。这部分对于股价的影响，我们在最后我的投资观点里面还会提到。以上的内容我们都还没有提到一个关键词：频谱。SATS 因为把自己的频谱卖给了 SpaceX， 现在变成了一个香饽饽。GSAT 传言要卖身给亚马逊，那么股价在过去也是涨了非常多，都没有回撤。VSAT 利用自己的频谱资源和中东的金主爸爸 Space42 合作成立合资公司 Equities。 那么 Iridium 呢？它的频谱有用吗？它有可能未来被收购吗？它有可能做手机直连卫星通讯吗？接下来我将告诉大家所有的答案。在太空中，频谱频段就是房地产吧，你的地段好不好，直接就决定了你能做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所以呢 ，ACE 专门做了一张图表，把目前市场上3家老牌卫星通讯巨头 GSAT、IRDM、Iridium 以及 VSAT 的频段加底，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们先看图表最上面的这2行，分别是 L 波段和 S 波段。这是目前卫星通讯里最值钱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频率越低，穿透性越强，受天气影响越小。最关键的是，它适合现在的热门行业——手机直连卫星通讯 （Direct to Cell）。先看 Globalstar GSAT， 看图上的绿色区域。GSAT 最大的王牌就是它的 S 波段，它手里握着 16.5 兆赫兹的带宽，并且已经被正式纳入了 3GPP 国际标准的 Band N53。大家注意国际标准这4个字啊，这意味着全球主流的手机芯片和基站都可以直接支持它。这也是为什么在早前苹果会选择和 GSAT 合作的原因，它的护城河就在这个独占的标准频段。什么是 3GPP 呢？其实说具体点，这里我们应该称之为 3GPP NTN 太空网络标准。它是全球权威通信标准组织 3GPP 旗下主导制定的一项关键国际技术规范。这个统一的标准呢，就让普通的智能手机和物联网终端无需增加特殊的卫星天线硬件，就能直接接入天上卫星信号及实现手机直连卫星通讯。再来看 Iridium 一星通讯，蓝色的区域，一星的王牌在 L 波段，它拥有 8.725 兆赫兹的双向通信频段。图表里我特意标注了一点， Iridium 的频谱不久前刚刚被纳入 3GPP 的 Release 19，也就是最新的一个版本。加入国际通用标准意味着一星网络的未来有潜力直接接入我们手里的普通手机，这是一个很好的增量的故事。那到底 Iridium 能不能做手机直连卫星通讯呢？目前其实还是比较悲观的。在具体解释之前，我们先看后面的公司 Viasat VSAT。 红色的部分大家看数据非常的夸张。自从收购了 Inmarsat 之后， Viasat 在 L 波段直接拿下了68加14，总共82兆赫兹的庞大带宽。在 S 波段它也有30兆赫兹，同样也是 3GPP 标准，所以单论低频段的储备量， VSAT 绝对是巨无霸级别的。刚刚已经提到了阿联酋太空公司 Space42 与 VSAT 他们合资成立了名为 Equities 的新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打造首个太空铁塔 Space Towers Company， 做共享基础设施的模式。2个公司共享频谱，向全球电信运营商批发直连通信的网络容量，非常有想象力。
而图片的下半部分看起来在 K 波段和 KA 波段 Iridium 似乎占有优势，可是比较可惜，目前 K 波段、KA 波段这种比较高频的波段，相对低频的 L 波段、S 波段、C 波段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关注在这张图片上半部分，我们很明确的发现 Iridium 在低频频段上面不占优势，尽管它也有一些。了解了三家公司频谱频段的差异，那么接下来用这张图我就详细说明一下 Iridium 在发展频谱方面的历史。说简单点，它曾经狠狠的失败过，但是现在公司扬长避短，量力而行。为什么说它失败过？因为 Iridium 早在2023年宣布与高通合作，计划在骁龙移动平台上集成卫星消息和紧急服务，做手机直连卫星通讯。但是同年年底，高通就直接宣布失败了，放弃了。因为智能手机制造商拒绝被绑定在高通的专有芯片和非标准化的解决方案上，所以合作不到1年就终止了。吸取教训之后，Iridium 迅速调整了战略方向，他们决定拥抱标准化路径，也就是上方提到的 3GPP 的标准。2024年 ，Iridium 宣布了名为 Project Stardust 星辰项目的多年期计划。他们想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各种汽车等等终端的这些联网设备做窄带 IoT 通讯，也就是 NB-IoT（Narrowband IoT） 以及非地面网络 NB-NTN 的短消息和救援功能。那么这项服务正式被命名为 Iridium NTN Direct。由此可见，现在 Iridium 它并不打算逞能去搞 D2C 手机直连卫星星座，而是稳扎稳打，优化目前有限的频谱资源，强化自己在物联网方面的优势。回到刚刚公司的业务细分。IoT 以及 Voice and Data 这些和物联网强相关的商业客户为主的这些生意，是目前 Iridium 的主要营收来源。有了以上关于 Iridium 这家公司的了解，以及横向对比 GSAT、VSAT 在股票方面、在频谱方面的不同，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ACE 对 Iridium 的投资观点。首先 ，ACE 带大家看2张 Iridium 公司的 K 线图，分别是月级别 K 线图以及接下来的周级别 K 线图。先来看月级别 K 线图，左下角我画了一个黑色框，它代表了 Iridium 这家公司早期的股价，但是请注意，Iridium 这家公司曾经退市被收购又 SPAC 上市，所以目前你在券商看到的 Iridium 的股价黑色方框部分，直到2018年左右之前都是 SPAC 上市前和 Iridium 无关的部分，所以和 Iridium 真正现在股价相关的部分是从大概2018-19年开始直到现在。月 K 线图的第二个亮点是2023年左右，它的股价来到了这张图上面的最高点，也就是超过了60，但是随后一直到2025年中期一路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70%。那么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视频开头提到的，因为 Iridium 和高通合作手机直连卫星通讯，年初宣布，年尾失败，再加上现有业务的萎缩，这段时期 Iridium 的股价和公司状况都非常的糟糕。在这其中有一段时间是横盘的，大概是2023年到2024年的时间。大家可能又有疑问了 ，ACE， 你不是说 Iridium 它的 Iridium Next 这个新作在2023年就已经发射完毕了吗？难道市场不看好吗？其实不是。当你用了大量的资本去投资之后，市场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那么消化到最近，我觉得差不多到头了。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它的周线图。周线图非常明确，公司在去年下半年股价来到了一个底部，大概只有20块不到，但是随后周线图大部分周 K 线都是绿色的，直到现在已经翻倍了，股价来到了30以上。30以上的这个价格已经明确的突破了我刚刚提到的2023、2024年这一段震荡期。
我觉得它有潜力实现一个反转，好像我去年投资 Viasat VSAT 的时候一样，从10块一路上涨到现在的60块。当然，投资有风险。以上的月线级别、周线级别的图形分析，希望对大家在基本面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技术面参考。ACE 自己目前是持有3%仓位的 Iridium， 那么平均持仓成本是29出头，目前是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了。因为持有大量的火箭实验室 RKLB 以及 SATS， 所以现在 Iridium 这样的公司尽管我觉得不错，但是也不太敢上仓位，特别是它现在并不是那种爆发式的增长，而是稳步增长，所以也不会说过于看好，觉得就很 FOMO， 它就一定会在未来翻倍甚至翻很多倍，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最后 S 回的这张表格总结一下我对 Iridium 的观点。从基本面上看， Iridium 最新的财报确实很不错，很扎实，而且它确实在赚钱，这在太空领域还是比较难得的。在未来发展方向来看，虽然现在 Iridium 的频谱不太适合应用于手机智联卫星通讯，也不太可能被其他科技大厂溢价收购，但是毕竟现在太空发展很火，频谱越来越值钱，而 Iridium 手上的频谱尽管有限，不过作为资产也会升值，所以就是说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比没有频谱好。而从技术面，刚刚 Ace 已经为大家仔细的分析过了，有可能 Iridium 会实现像去年 Viasat VSAT 一样的反转。一旦反转，整个情绪起来了，那么未来投资的收益还是比较可期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欢迎大家订阅 YouTube Money Life 美股频道，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我的 Patreon 会员社群，去看一看是否值得加入。如果你要加入，请大家在本周3，也就是4月15号之前加入，因为在那之后会小小的调整一下 Patreon 社群的会员费用。而我已经关闭了 YouTube 平台的会员社群，也发了帖子通知大家，请大家理解。好的，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一起学习太空，投资太空。下期视频再见。